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掏心掏肺去帮一个人借钱给他，替他出主意，替他四处奔走，甚至为了他的事情整夜睡不着觉。可到头来，对方非但没有一句感谢，反而对你心生埋怨，到最后甚至把你当成了仇人。你坐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我是一片好心，明明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换来的不是感激，而是怨恨？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也许你还记得那个你曾经慷慨解囊帮他渡过难关的朋友，从那以后反而见了你就躲，连电话都不太愿意接。也许你还记得那个你含辛茹苦恨不得替他挡下所有风雨的孩子，长大之后却觉得你管得太多，处处跟你顶撞。也许你还记得那个你一次又一次替他填补窟窿的亲人，到头来非但没有半点愧疚，反而觉得你帮他是天经地义。这些事情是不是让你感到既委屈又困惑？你忍不住要问，难道好心真的会错吗？难道这世上连做一个好人都有错吗？别急，今天我们就要慢慢的把这件事的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讲清楚。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你，做好人从来没有错，真正错的是我们不懂得做好人的分寸，不懂得帮人这件事的背后也有它的天理和因果。最近这些年，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据说出自弘一法师，那句话是放下助人情节，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人心里多半会咯噔一下，因为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的都是要乐于助人，要与人为善，要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可现在却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去帮，不要去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不是在教人变得冷漠又自私吗？说实话，刚开始接触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是抗拒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所信奉的价值，都告诉我们，看见别人有难，伸手去拉一把，是天经地义的善。怎么到了这里，反倒成了不该做的事？可是当我们真正静下心来，深入去想这句话背后的道理，再把那些年我们亲眼见过的、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一件一件摆出来对照，就会慢慢发现，他说的根本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无情的人，他说的是一种极深的智慧，一种关于分寸、关于界限、关于什么才是真正慈悲的智慧。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剥开来看，为什么这世上有几种忙，哪怕对方是你最亲的父母，是你最疼爱的子女，也绝对不能帮。而当你真正看懂了这背后的因果，你会发现，这不只是在保护别人，更是在保护你自己。这篇内容也许会颠覆你过去几十年对于善良这两个字的理解，但请你一定要耐心听到最后，因为最重要也最温暖的那一层意思，恰恰藏在最后面。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请你放下一个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我们总以为善良就是有求必应，就是无条件的付出，付出的越多就越是好人。可是慢慢你会发现，没有智慧的善良有时候反而会害人，也会害己。你一味的迁就，养出来的可能是别人的贪得无厌，你一味的承担，惯出来的可能是别人的不思进取。善良如果没有了锋芒，没有了底线，就成了一种软弱，一种纵容。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从来不是要你收起善良，而是要为你的善良配上一双能够看清因果的眼睛和一把懂得拿捏分寸的尺，让你的好心真正能够办成好事，而不是好心办了坏事，最后落得个里外不是人。我们先从最根本的地方说起，到底什么是因果？很多人一听到因果这两个字，就觉得这是迷信，是宗教拿来吓唬人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因果说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自然规律，那就是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它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必然会牵引出相应的结果。种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这是天地之间最公平
也最无法逃避的法则。有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说法，叫做蝴蝶效应，说的是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竟然有可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你说，一只蝴蝶的翅膀怎么会跟一场毁天灭地的风暴扯上关系呢？可这就是因果，世间万事万物环环相扣，一个极小的因，顺着那条我们看不见的线一路滚动下去，最后可能变成一个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果。所以我们要先明白一件事，因果这个规律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他用那双看透世间的眼睛发现的。它本来就在那里，已经运转了亿万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甚至每一棵草木，无一不在这张因果的大网之中流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恐吓，这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跟太阳从东边升起，水往低处流是一样的道理。佛经里有句话叫做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意思是说，你想知道自己过去种了什么因，看看你今生所承受的一切，也就明白了。你想知道自己来世会得什么果，看看你今生正在做的事，也就清楚了。一个人这一生的际遇，他遇到的人，碰上的事，背后都是一条跨越了极长时间的因与果的锁链，而这条锁链有多长，有多复杂，远远超出了我们凡人的想象。正因为它太过深奥，所以连佛都曾经说过，对于因果这件事，一般人是很难真正观察清楚，也很难真正理解透彻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因果这么公平，又这么深奥，我去帮人，难道不正是在种善因吗？怎么反而会出事呢？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永远只能看见事情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永远看不见它的全貌。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问题是，哪怕你是那个自以为清醒的旁观者，你看见的往往也只是事情的一个局部而已。哪怕是再有本事的人，再有智慧的人，顶多也只是比一般人多看见一点点而已，距离看清楚整个因果的来龙去脉还差得太远太远。你只看见了眼前这一幕，却看不见这一幕的前因，更看不见它将会引出的后果。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假设你看见你的一个朋友今天出门很可能会遇上一场车祸，你心一急，无论如何都把他拦了下来，死活不让他出门。你觉得自己救了他一命，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可是你没有看见的是，这个朋友的公司最近正濒临倒闭，马上就要把他裁掉，而他的父母又在同一时间病倒了，急着用一大笔钱。如果他今天真的出了那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他反而能拿到一笔不小的赔偿，这笔钱正好够他撑过眼前这道难关。他甚至可能因祸得福，因为那场意外刚好让他暂时离开了那家正在沉没的公司。你看，眼前看起来是凶，未必就是真的凶，它有可能在你完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转化成一件好事，而你那自以为是的一拦，反倒搅乱了一整盘本来要慢慢转好的棋。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假设你看见另外一个人今天本来会中一张彩票，你心里很不是滋味，凭什么是他中，不是我中？于是你想方设法让他买不成，你以为你只是出了一口闷气而已，可同样的道理，你也看不见后面发生的事。那个人如果真的中了彩票，眼前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可他从此花天酒地，工作也不肯好好做了，家里为了钱吵得鸡犬不宁，没过2年，钱花光了，工作也丢了，落得个妻离子散。你说这还算是好事吗？我们再想得更深一层，有一个人沉迷于某一种恶习，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眼看着就要坠入谷底。他身边所有爱他的人都急得不行，轮番的去拉他，去劝他，替他收拾烂摊子，一次又一次的把他从谷底的边缘拉回来。表面上看，这是天大的慈悲，
是不离不弃的真情。可结果呢？他始终坠不到底，也就始终没有那一个触底反弹、痛定思痛的机会。他心里总觉得，反正天塌下来，总有人会替我顶着。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拉不动了，都疲惫了，都放手了，他重重地摔到了谷底，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刻，他反而醒了。你说，到底是那无数次的拉扯救了他，还是最后那一次的放手救了他？这就是因果里头最让人想不通，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关于这个道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用一个故事讲得明明白白，那就是塞翁失马的故事。从前在边塞有一位老人，他养的一匹马，有一天忽然走失了，跑到了关外。邻居们都跑来安慰他，老人却不以为意地说，丢了一匹马，怎么就知道不会是一件好事呢？过了几个月，那匹走失的马竟然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塞外的骏马。邻居们又跑来道贺，老人却摇摇头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怎么就知道不会是一场祸事呢？果然，他的儿子很喜欢骑这匹骏马，有一天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邻居们再一次来慰问，老人依旧平静地说，摔断了腿，又怎么知道不会是一种福气呢？没过多久，边塞发生了战事，村里的青壮年都被征召上了战场，十有八九都战死了。而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了，反而保住了一条性命。你看，福与祸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相互转化，谁又能在当下就真正看得清楚呢？看明白了吗？我们以为的好未必是好，我们以为的坏也未必是坏。一个人这一生会遇到什么，要走过什么样的弯路，要填什么样的坑，要渡什么样的劫，背后都有一条我们根本看不见的长长的因果线在牵引着。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凡是劝不动的，拦不住的，那就是命。只要这个人拼了命都不肯听劝，那就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走，这个坑他必须填，这个劫他必须亲自去经历。而当你强行伸手进去，不让一个人去承受他本该承受的那一份苦，你以为你是在行善，其实你是在逆天而行。最可怕的是，那一份本该由他来背的业力，会因为你的介入悄悄地转移到你自己的身上。你打扰了别人的因果，不允许别人去受他自己该受的苦，那么这些苦最终就有可能由你来承担。这就是弘一法师那句话真正的分量。他说过，不要参与他人的因果，不要搅动他人的气数，否则消耗的是你自己。你若是参与到别人的因果里头去，你就得自己去承受这一段因果。佛法虽然广大，也渡不了无缘的人。天上的雨虽然普降人间，也滋润不了一棵没有根的草。一个人除了自渡，旁人其实爱莫能助。你想渡尽天下所有人，可你问问自己，你渡得完吗？道理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一种一种地来看看到底有哪几种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帮的了。第一种不能帮的忙，是替别人去觉醒，替别人去做他人生里那个最重要的决定。说到这里，我们得先简单认识一下弘一法师这个人。他俗家的名字叫李叔同，年轻的时候是名动一时的才子，是音乐家，是美术教育家，是书法家，是中国话剧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几乎你能想到的风雅之事，他样样精通，可以说是站在了世俗成就的顶峰。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18年，他毅然决然放下了这一切的繁华，在杭州出家为僧，法号弘一，后来更是成了近代律宗最受人尊敬的一代高僧。一个曾经把人世间的繁华尝遍，又能毅然放下，把人生看得这么透彻的人，他留给世人的正是这样一句沉甸甸的话。他说，永远不要去强迫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觉醒，哪怕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你的认知已经很高，你已经很通透，很豁达，甚至你自己已经能够开悟了，你都不要这么做。注意，
无论对方是什么人，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爱人，还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业力，有他自己的人生出口，有他自己这一辈子非走不可的那一条路。这条路他一定要亲自去走，亲自去经历，亲自去认识，甚至是亲自去试错，去失败，去受伤，这是必然的，谁也替代不了。成年人的世界往往只能悟，不能度。有的人天生就会悟，有的人遇到了事情才会悟，还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悟不了。你能把一个人点醒，那是你跟他之间的福报，你点不醒他，那是他自己的命运。你要学会的是允许别人去做别人，允许自己去做自己。每一个人都得自己去经历他该经历的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句话，人教人怎么教都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刻骨铭心。你苦口婆心掰开了揉碎了讲上100遍的道理，他左耳进右耳出，无动于衷。可是有那么一天，当生活这位最严厉的老师亲自上场，当他自己重重地撞上了那一堵墙，摔得头破血流，他立刻就懂了，而且这辈子都忘不了。所以你看，你那些急着想塞给他的所谓的觉醒，其实一点用都没有。真正能让一个人如梦初醒、大彻大悟的，从来就只有他自己亲身走过的那一段路，自己亲身流过的那一些泪。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当你越是急着去把一个人摇醒，他反而可能睡得越沉，因为你的急、你的劝，在他听来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否定，是一种你不如我的暗示。人在被否定的时候，本能就是抗拒。你越说东，他偏要往西；你越是替他着急，他越是要证明给你看，他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结果你费尽了心力，不但没能拉他一把，反而亲手把他往那条弯路上又推了一程。这就是强行唤醒一个人最荒谬也最无奈的地方。这种忙之所以是最难放手的，就是因为它最常发生在我们和最亲的人之间。我们看着父母执迷于某一件事情，看着子女明明走错了方向，却怎么都听不进去，那种焦急，那种恨不得替他去承受的心情，是最折磨人的。我们会想，他是我生的，他是我养的，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往坑里跳？可是恰恰就是越亲近的人，我们越要学会这一份艰难的放手。你可以陪着他，但你不能替他做那个决定，更不能在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硬是拖着他，把他从梦里强行拽醒。一个人的觉醒有他自己的时辰，这个时辰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往往就决定了他这一生的走向。可是这个时辰从来都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能做的是守在一旁，把那一盏灯点着，等他自己愿意睁开眼睛的那一天。这个道理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多少父母把自己这一生的经验当成了金科玉律，硬要套在子女的身上。孩子要选什么科系，要做什么工作，要跟什么人在一起，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事事都想替他拿主意，事事都觉得自己是为他好。我们忘了，孩子的人生终究是孩子自己的，他要走的那一条路，他要遇的那一个人，他要吃的那一些苦，都是他自己的功课，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你今天替他挡下了一个坎，明天他还会在另一个地方遇到一个更大的坎。与其替他遮风挡雨，不如教会他怎么自己撑伞。真正成熟的爱是一种得体的退出，是看着孩子走远，哪怕心里有万般的不舍，也要管住自己那一只总想伸出去的手。说起放手这2个字，弘一法师自己的一生就是最深刻的写照。当年他下定决心出家，他那一位远从日本来的妻子听到了消息，伤心欲绝，特地赶到杭州，只求能够再见他一面。可是弘一法师最终却没有出来相见。他不是无情，恰恰是因为他太明白这一段尘缘已了，
若是相见，徒增彼此的牵绊和痛苦，反而谁也放不下。他的妻子在寺庙的门外痛哭了一场，最后黯然地独自返回了日本。你说这是不是很残忍？可是换一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深的情形？连这样割舍不下的亲缘他都懂得，有些路终究要各自去走，有些因果旁人再不忍也介入不得。如此说来，这世间又还有什么是我们真正放不下的呢？第二种不能帮的忙，是别人根本没有开口求助，你却自作主张的硬冲上去帮。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搞懂的差别，那就是教导和教训的差别。当一个人遇到了难处，他主动来找你，向你求助，这个时候你伸出援手，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叫做教导。教导会换来对方真心的感激。可是反过来，当别人压根就没有向你求援，你却主动凑上去指点他，这里不对，那里该改，你应该如何如何，这就叫做教训。教训换来的往往不是感谢，而是怨恨。一字之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对方的眼里，你那些没有人请教过的指点，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炫耀，是在向他证明你比他高明，你比他聪明。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你，会让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冒犯。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在拼命地证明自己是对的，都在死死地守护着自己那一点不容侵犯的尊严。所以一旦你的认知凌驾到了他的头上，他的本能反应不是感激，而是防卫和抵抗。你的一片好心到了这里，不但起不了一丁点好作用，反而会替你自己招来麻烦和灾祸。你以为你是在帮他，可在他心里，你是在贬低他。古人对这件事看得极透，所以才留下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衣不叩门，诗不顺路，法不轻传，道不见脉。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不会主动跑去敲别人家的门，说我看你有病，我来替你治。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也不会在路上拦住一个陌生人，硬要去教他做人的道理。佛法不会轻易的传给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的人，大道也不会廉价的贱卖出去。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有大智慧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地克制，如此地守着分寸？正是因为他们太懂了，没有人开口求的那种帮助，落到对方的心里，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冒犯，一种干涉，一片好心，最后办成了坏事。真正的好东西是要等到对方主动来求的时候给出去，才接得住，才有分量。关于这一点，古书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三国的时候，吴国有一个叫赵姬的女人，在女儿出嫁之前，她特地把女儿叫到跟前，郑重地交代：到了婆家，你千万不要做好事。女儿一听就懵了，很不解地问：娘，您不让我做好事，那难道我可以去做坏事吗？赵姬立刻板起脸，正色说道：好事都不能做，更何况是坏事。这位母亲的话乍一听简直莫名其妙，可里头却藏着一层极深的世故人情。她要说的当然不是不能行善，她真正担心的是，当你的好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别人就会慢慢的忘了，那原本是一份恩情，反而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天生就该对他这么好。生活里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第一次帮他，他对你满心感激，第二次帮他，这份感激就淡了一些，等到了第10次、第20次，他已经理直气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你应该为他做的。而万一有那么一次你没能帮上忙，或者是不愿意帮了，他立刻就会对你心生怨恨。你掏了一辈子的心，到最后换来的竟然是别人嫌你掏的还不够多。这就是所谓的恩中招怨。你的善良如果没有了分寸和底线，到最后喂不饱的是别人的胃口，伤透的是自己的心。
所以你看，在很多时候，闭上嘴巴比张开嘴巴更需要智慧和定力。看着一个人明明在我们眼里走错了，却能忍住不去说教，不去指点，这一份克制是极难做到的。我们总有一种冲动，想要展示自己的见识，想要证明自己看得比别人远，想要透过纠正别人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可是真正的修养，恰恰是把这一份冲动按捺下去，话到嘴边留3分。别人没问，就不要急着给答案，因为你给的答案未必是他想要的，更未必是他此刻接得住的。有时候静静地陪着，比滔滔不绝地讲道理要有用10000倍。等到有一天他自己想通了，回过头来问你，这个时候你再把你的看法轻轻地告诉他，那才是真正的恰到好处的善。沉默不是冷漠，沉默是一种对别人成长节奏的最大的尊重。第3种不能帮的忙，是越过了那条界限，把一个人活活养出依赖的那种忙。说到这个，就不能不提那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老话，升米恩，斗米仇。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让无数人读完之后都沉默良久的故事。从前有2户人家，是紧挨着的邻居，其中一家比较富裕，另一家则穷一些。这2家平日里关系本来还不错，并没有什么恩怨。可是有那么一年，老天爷降下了灾祸，田里颗粒无收，穷的那一家断了收成，又没有积蓄，眼看着就只能躺在家里等死了。这个时候，富的那一家正好囤了不少粮食，念着大家邻居一场，就给穷的那一家送去了1升米，硬是把这一家人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穷的这一家自然是感激涕零，把对方当成了天大的救命恩人。等到最艰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之后，穷人专程上门去道谢，说着说着就聊到了明年地里播种的种子还没有着落。富的那一家也很大方，当下就说，这样吧，我家粮食还算宽裕，你再拿1斗米回去吧。穷人千恩万谢地捧着这1斗米回了家。可是回到家里，事情却起了变化。家里人一看就嘀咕开了，这1斗米能顶什么用？除了吃，根本就不够明年地里的种子。人家那么有钱，就该多送我们一些粮食和钱才对，才给这么一点点，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欺负我们。这话7拐8绕传到了富人的耳朵里。富人一听，心都凉了。我白白送了你这么多粮食，救了你全家的命，你不但不感激，反倒把我当成仇人一样记恨。就这样，2户本来和和气气的邻居，从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升米恩，斗米仇。一个人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你给他1碗米，那是解了他天大的急，他会对你感恩不尽。可是你要是一直给下去，他就渐渐的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了。1碗不够，2碗不够，3碗4碗，他还是嫌你给的太少。人的欲望就像那无边的海水，喝得越多，反而越是口渴。痛，一个人还能咬牙忍住，可这份贪念的痒却是越挠越上瘾，再也停不下来。当给予变成了一种习惯，它就从一份恩情悄悄变成了一种你再也推卸不掉的责任。一旦你哪天卸下这个责任，你就从恩人变成了仇人。为什么人心会是这样的呢？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人性凉薄，这背后藏着一个很深的心理。当一个人长期接受着另一个人的帮助，他的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因为这一份不对等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他自己是弱者，是需要被人施舍的那一方。这一份隐隐的自卑和亏欠积压的久了，就会慢慢发酵，扭曲成一种怨恨。他会在心里悄悄地把责任推到那个帮助他的人身上，仿佛是你的给予才造成了他的无能。这听起来很荒谬，可这就是人心最幽微也最真实的一面。所以过度的帮助不但消耗了你，
有时候还会在无形之中伤害了对方的自尊。这实在是一件吃力又不讨好的事。也许你会说，难道这世上懂得感恩的人就没有了吗？当然有，可人性里的这一份幽暗，我们不能不防。历史上还有一个刚好相反的例子，更值得我们深思。汉朝开国的大功臣韩信，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只好跑到河边去钓鱼充饥。河边有一位常年替人漂洗衣服的老婆婆，看她实在可怜，就把自己的一顿饭分给她吃。后来韩信替汉朝打下了大片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回想起当年这一饭之恩，特地派人送去了1000两黄金来报答这位老婆婆。可是对于另外一家曾经收留他吃了好几个月闲饭的亭长，他却只给了100文钱，还留下一句话，说这个人做好事有头无尾，不过是个小人罢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亭长一家管了他好几个月的饭，这份付出何止是100倍1000倍于那一顿饭，可到头来竟然抵不上老婆婆那一顿饭的分量。这背后的道理恰恰就在于亭长不懂得大恩，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大仇。一顿饭是雪中送炭，叫人记一辈子，可几个月的闲饭吃到后来就成了理所当然，一旦中间有了一点不痛快，反倒生出了嫌隙。所以古人才一再地告诫我们，救急不救穷，帮困不帮懒。济人可以济他一时的难，却不能济他一世。你帮一个人度过眼前的那一道关口，这是雪中送炭，是大善。可你要是越过了那一条界限，没完没了地替他扛，你以为你是在拉他一把，其实你是在亲手抽掉他自己站起来的那一股力气，是把他养成了一个再也离不开你的，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一个人若是习惯了被人搀扶，他就会慢慢忘记自己原本是有腿能够走路的。这一种忙，正是把本该由他自己去承担的那一份活生生地接了过来，直到他彻底忘了该怎么靠自己的双脚走路。真正为他好，不是替他挡住所有的风雨，而是让他自己长出一副能够扛得住风雨的肩膀。我们把这个道理放到今天的生活里来看，会更有感触。有多少做父母的看着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在外头闯了祸，欠了一屁股的债，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替他把这个窟窿给补上，心里总想着这是最后一次了，下不为例。可是你会发现，补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补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永远没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心里很清楚，反正天塌下来有爸妈在后面顶着，于是他越发的肆无忌惮，越陷越深。而做父母的呢，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赔上了自己晚年的安稳，到头来不但没能换来孩子的一丝醒悟，反而换来了一句冷冰冰的你们本来就应该帮我。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就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父母那一份无条件的承担，本来是天底下最深最无私的爱，可是一旦失去了分寸，这一份爱反而成了那一只把孩子亲手推向深渊的看不见的手。所以有的时候狠下心来，让孩子自己去面对他闯下的祸，去承担他该承担的后果，这一份看似无情的放手，反而才是真正能够救他的那一份大爱。第四种不能帮的忙，是替别人去扛他的业，去消他的灾，去做那个替他担保的人。这一种是所有里头最深也是最危险的一种。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人遇到的劫难背后都连着他自己的因果。当你不问青红皂白，硬是要在他还没有弄明白这一份苦究竟从何而来的时候，就替他把这份苦给抹掉，那一份业力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悄悄地顺着你伸出去的那一只手转移到你自己的身上。有一位法师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当你去帮别人调理身体，去替别人化解难题的时候，
你心里千万不能起那种我执的念头，不能想着是我把你治好的，是我把你的事情摆平的。你一旦这样想，这份因果，这份业力就会顺着你这个念头落到你自己的头上。真正安全的心态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无我的位置上，要明白自己充其量只是一根管道，一个通道，是借着我这个通道把那一份更大的慈悲和能量传递给了眼前这个人。当你处在这种无我的状态里，那一份业力是沾不到你身上的。可是一旦你满心都是我，那么牵连也就跟着一起来了。这里头的学问其实很深。你看那些真正有修为的人，他们去帮人从来不会挂在嘴上，不会摆在脸上，帮完了就像没事人一样转身就走，心里不留一点痕迹。为什么？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一旦你心里升起了我是恩人这个念头，你就跟对方的因果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你盼着他感激你，你记着你帮过他，这一份执着本身就是一条绳子，把你和他的业捆在了一处。所以最高明的善是施恩不忘报，是做了好事转头就忘。这不只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把这个道理放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就会看得更加清楚。替亲戚朋友的债务去做担保，把本该属于别人的过错一肩扛下，一次又一次的替那个永远也学不会的亲人去填那个窟窿，这些其实都是在伸手去搅动别人的因果，都是在把别人的账一笔一笔的记到自己的命里。我们总觉得这是亲情，这是义气，是有情有义的担当，可在因果的这一杆秤上，这一份越界的承担，往往要由你付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代价。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多少原本要好的朋友，就是因为一张担保的纸，一笔替人扛下的债，最后闹得对簿公堂，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曾经亲身体会过，却说不清楚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世上有那么一种人，你只要跟他相处久了，帮他多了，你就会觉得浑身疲惫，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抽干了一样。那种累是睡多久都缓不过来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因果上的牵连。当你不断的把自己的心力、自己的能量倒进一个填不满的窟窿里，你自己的气场、自己的福报也就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点一点的消耗掉了。所以有智慧的人才会说，遇到那种心性不对，怎么帮都帮不醒，还会反过来拖累你的人，最好的方式不是继续纠缠，而是默默地把它交给因果，自己退到一旁。这不是无情，这是在守护你自己那一份有限的心力，好把它留给那些真正值得也真正需要的人。说到这里，有一个事实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那就是哪怕是法力无边的佛，也不会直接伸出手去替一个众生消掉他的业。前面那一句话我们再听一次，佛法虽大，不度无缘之人，天宇虽广，不润无根之草。雨水可以下遍整个大地，可它终究没有办法让一棵没有根的草活过来。连佛都不肯越俎代庖，去替别人扛他自己的因果，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凭什么觉得这份业应该由我们来扛呢？我们不是不慈悲，而是要明白，有些路是别人自己选的，有些果是别人自己种的，这一份承担本就不该，也不能由我们来代替。讲到这里，可能有人的心里已经升起了一个很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有点难受，会想，照你这么说了半天，这也不能帮，那也不能管，难道是要我们从此变成一个铁石心肠，眼睁睁看着别人受苦却什么都不做的冷漠的人吗？如果什么忙都不能帮，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温情可言？千万不要这样理解，
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误会。接下来这一段才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请你一定要听进去。不能帮的从来不是所有的忙，而是那几种会扰乱别人因果，最后反噬到自己身上的忙。这世上还有太多太多的忙，不但能帮，而且应该去帮，去帮才是真正的功德，真正的慈悲。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分辨哪些该帮，哪些不该帮呢？其实古人早就给了我们答案，这里头藏着几条清清楚楚的界限。第一条界限是救急不救穷。当一个人遇到了突如其来的灾祸，火烧眉毛的急难，比如说他遭遇了一场意外，他家里突然有人重病，他一时之间走投无路，这个时候你伸手拉他一把，是雪中送炭，是天大的善。可如果一个人是长年累月的因为自己的懒惰，自己的不争气而陷在困顿里，你若是没完没了地接济他，那就成了无底洞。救他一时的急是慈悲，想救他一世的穷是执着。第二条界限是别人开了口才帮，别人没开口就不要强求。一个人主动向你求助，说明他的心里已经做好了接受帮助，也接受改变的准备，这个时候你给的他才接得住。可一个人根本没有向你求助，你硬塞给他的，他不但接不住，还会嫌你多管闲事。所以把你的好意先存在心里，等对方愿意开口的那一天再给出去。第三条界限是给他工具，而不是替他走路。这一条是所有界限里头最关键的一条。佛是怎么度化众生的，你看明白了，你就全懂了。佛从来不会动用神通直接去改掉一个人的命运，佛所做的是把修行的方法交给他，把那一盏智慧的灯递到他的手里，然后让他自己去觉悟，自己去改变，自己一步一步走出那一片苦海。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可是到了最后，真正能让自己脱离苦海的，还是要靠那个祈求的人自己发心去转变。所以你看，真正的帮助从来都不是替对方把整段路给走完，而是在他真正需要的时候，递给他一件能让他自己走下去的工具。这两者之间是天差地别，一个是把人养废，一个是助人成才，一个看起来是疼爱，其实是伤害，一个看起来是放手，其实是成全。你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只能喂饱他一天，可你教会一个人捕鱼，你就能让他自己养活自己一辈子。真正的大慈悲从来不是大包大揽，而是把那一份能够让人自立自强的智慧和力量递到他的手上。这里还要特别说清楚一件事，免得有人误会。我们说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切都无法改变，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躺平认命。恰恰相反，佛家从来不认为人的命是死的。你今生的种种固然有过去的因，可是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又在为你的未来种下新的因。一个人完全可以透过修正自己当下的言行，去改写自己将来的果。所以不介入别人的因果，讲的是对别人的那一份尊重和放手，而把握好自己的因果，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去多种善因，去广结善缘，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该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我们还要分清楚，同情和慈悲是不一样的。同情往往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是我比你好，所以我来可怜你。这一份心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干涉，一种控制。而慈悲是平等的，是我看见了你的苦，我懂得你的难，但我尊重你，有你自己的路要走，有你自己的功课要修。同情急着要替对方解决问题，慈悲却有耐心陪着对方，等他自己找到答案。
一个成熟的善良，正是从泛滥的同情走向了有智慧的慈悲。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真心向你开口求助的时候，你就用心去帮他，去教他，去陪着他。但是你的心里要始终清楚一条界限，那就是我愿意陪着你一起走，但我绝不替你去走你自己的那一条路。我可以把我的看法诚恳地告诉你，但你最后要怎么选，怎么做，我尊重你。如果你需要我，我就在这里。这是一种慈悲却又不执着的态度。你给的是支持，而不是控制，是陪伴，而不是替代，是把选择权始终留在他自己的手里。除了这几条界限之外，还有最朴素的一条，那就是量力而行。帮人是好事，可是帮人也要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你若是为了帮别人，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本分都给拖垮了，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就像我们坐飞机，安全须知总是提醒，遇到紧急状况，请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去帮助身边的人。这不是自私，这是常识。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是没有余力去真正的帮助别人的。勉强去帮，最后往往是两败俱伤。所以先把自己活好，把自己的能量蓄满，行有余力，再去温暖别人。这样的善才能长长久久，才不会把自己给掏空。而在所有这些功课的最底层，还藏着一句最重要的话，在我们急着去渡别人之前，先要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我自己这一条船稳了吗？渡人不如先渡己，与其去渡别人，不如先把自己给渡好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之所以那么急着想去介入别人，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有着某一份还没有解开的焦虑，或者是想透过掌控别人来填补自己心里的那一个空洞。我们嘴上说着为你好，可有时候那个真正放不下的、焦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所以真正的修行是先把自己这一颗心好好的安顿下来。当一个人的修为真正高上去之后，他看周围的每一个人会慢慢的不再有好坏，不再有对错。他会明白每一个人只是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上，因而显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说出了不同的话，做出了不同的事。当你真正看懂了这一层，你的心里才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那是一种能够允许、能够接纳、能够包容，也能够放手的更深的温柔。你会发现，原来那个人会那样，是因为他走到了那一步；那个人会这样，是因为他正在经历那一段。没有谁是天生的坏人，也没有谁是该被你硬生生改造的对象。众生皆苦，唯有自度。这句话听起来很凉，可它其实一点都不悲哀。这本来就是人生最真实的样子。每一个人自己选择的那一条路，终究还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哪怕前头荆棘密布，哪怕是刀山火海，你可以彷徨，可以害怕，但这一段路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替你分担，你只有向前，别无退路。这不是一种悲哀，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我们能为彼此做的，是在这一条各自孤独的路上，远远的给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而不是硬要去抢过对方手里的那一个方向盘。而说到底，这一份功课最终也要修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学会不去催促别人觉醒，同样的，也要学会不去苛责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走在自己那一条跌跌撞撞的觉醒路上呢？我们也会犯错，也会走弯路，也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反复复的跌倒。所以对待自己也请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慈悲，相信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时辰。当你能够温柔的去对待自己的不完美，你才能真正的温柔的
去对待别人的不完美。所以说到最后，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这句话真正想要教给我们的，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清醒和更深沉的慈悲。它是让我们学会把自己的双手留着温度，把自己的心门一直敞开着。可与此同时，也要学会这世上最难的一门智慧，那就是懂得在什么时候真正的爱是退后一步，是把属于别人的那一份因果安安静静的还给他自己，是去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个觉醒的时辰，哪怕那个时辰来得很晚很晚。说到最后，这一切的核心其实就是2个字：信任。不介入别人的因果，背后是一种深深的信任，是信任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自己走出困境的本事。我们之所以放不下，之所以总是想去插手、想去掌控，往往是因为我们在心底并不真正相信对方有能力能够靠他自己走过去。可是你越是不相信他，他就越是长不出自己的力量。你越是替他挡在前面，他就越是学不会自己去面对。真正的爱是一种带着信任的放手，是告诉对方，我相信你可以的，这一条路虽然难走，但我相信你有能力自己走完。这一份信任，有的时候比任何实际的帮助都更能给人往前走的那一份勇气和力量。愿我们都能在这一份分寸里活得清醒，也活得慈悲。愿我们既不冷漠的袖手旁观，也不糊涂的越界强求。个人有个人的渡口，个人有个人的舟，守好自己这一条船，把这一份温柔和智慧慢慢的修进自己的生命里。对该帮的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对不该介入的因果怀着一份慈悲，安静地退到一旁。这或许才是我们对身边每一个人，也是对我们自己最深的那一份善意，最圆满的那一种修行。最后，我想用几句话和你共勉。人生在世，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来报恩的，有的是来讨债的，有的是来渡我们的，有的是来考验我们的。缘聚缘散，自有它的道理。我们能做的是守住自己的这一颗心，对来到生命里的每一个人尽一份心意，但不强求一个结果，付出一份真诚，但不执着一份回报。帮该帮的人渡能渡得圆，至于那些怎么也劝不动，怎么也拦不住的，就怀着一份祝福，安静地把它交还给他自己的因果。如此，你会活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自在，因为你终于明白，你不必也不可能去拯救整个世界，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这一方天地，温暖好你身边那几个真正有缘的人，这就已经足够美好了。